这些宿卫从刚才开始突然又发动袭击了，会和华姐姐的消失有关吗？还是说长明？接招！集中精神，当心脚下！无论如何，不能让他们进入方舟，威胁到小薇他们。现在暂时只有我能战斗了。来吧，星光凝聚！似乎安全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还好。还是先不要打扰他们了。那么，剩下的就是菲塔。你人呢？亲爱的格蕾修小姐，我的糖果又不会长腿跑掉，当然还是在你们刚刚放下我的地方啦。看你的样子，周围的乐园宿卫一定都已经被解决干净了吧？幸好浮华消失之前把我附身的糖果留在了卧室里，被你捡到，我才能留在这里帮你调查调查电子系统，或是陪你聊聊天。说起来，你们这方舟的质量是不是太好了？几千几万年都过去了，电子锁竟然还能工作。这艘飞船的设计师叫什么名字呀？我还有机会像浮华一样认识他吗？如果不是情况特殊，我可没打算跟你这种人联手。真伤人，明明我们十几分钟前才刚刚联手过一次嘛。我讨厌喜欢说谎的人。既然格蕾修能看穿本质，那我说不说谎区别也不大嘛。你在博物馆里，你说过你对小薇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。而且就是因为那句话，格蕾修变得更讨厌我了。你说他们是你的作品，也是你的作品哦。我觉得在作品完成之后还对他倾注感情是件很荒谬的事，那只会妨碍他们的自由。对啊，该不会……小格蕾修，这是你第一次独自面对新生的种子吧？因为在你童年所处的那个时代里，已经没有种子会发芽了。如果把这里这样，再这样，有了。喂，维塔，你什么意思？成功了，门开了。没有浮华姐姐，也没有乐园苏薇，只剩下机房还没检查了，但可能性也不大吧。疑难解答也说了，这里现在只有我们9个人。看样子浮华是真从方舟里失踪了，可惜没有人目击到事情的经过。不过我猜，就算我们看到了也无能为力。我的创世神可是个谨慎的大家伙，不会让任何有威胁的目标靠近自己。我猜他多半是干涉了浮华的投影，把浮华放逐到外界去了，就是我和浮华第一次见面的那片迷雾里。那你现在就不能想办法回到那里吗？很遗憾，我的本体已经不在那里了。那个莫什么地的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，把创世神都给惊吓场了。我一个小逃兵，虽说没那么容易被他注意到，可一旦暴露也就小命玩完了。所以我立刻就转移了自己的本体，躲到更深更远的地方去了。就算是这样，要是格蕾修小姐求我，我说不定就会冒险一试了呢。开玩笑的，其实我现在想回也回不去了，都怪那个叫什么亚帝的展品，拿着偷来的权限在那个瀑布边上乱搞一通。要想恢复这些空间之间的定位系统，得花上好几天吧。你编得有些太离谱了。有时候真相就是这么离谱呢。还是先把机房调查清楚吧，那里是方舟的最后一片未知区域，如果那里有潜在的威胁，尽快加以排除。
对小薇他们来说也比较安全。格雷修还真是爱操心呀。就是，格蕾修，我们才没那么容易出事呢。一心，你们来了。调试结束了，现在我们有把握不出差错的完成权限转移。只是姐姐们这边好像又有新的麻烦了。我们偷偷听到你们找不到浮华姐姐了，找人这种事我们最擅长了，让我们来帮忙吧，格蕾修。大家集体行动也好，你们跟我来吧。苏或许修改过方舟的设置，保险起见，重新配置一下吧。听起来成功了。有我们在，当然是小菜一碟啦。走吧，去机房。糟糕，乐园苏薇也对机房感兴趣吗？大家退后，交给我。嘿，哼，呀，集中精神。呀，呀，交给我，星光凝聚。当务之急是找回华姐姐，可是我还没有亲眼见过那团关键的迷雾。不对，关于迷雾的信息主要都是维塔告诉我的。她的身上究竟……维塔，你在干什么？都说了，我是附身于糖果的一道投影啦。啊，所以你也不用太过担心，我还存在于此，本身就是浮华没有遇到太大危险的证明。啊，这么说来，你刚才是要问我什么吗？你在把方舟的数据输入你自己的投影终端，为什么？啊，那个呀，只是备份一下方舟管理员的认证而已，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损失。你备份这个干什么？和我们现在的行动有关系吗？硬要说，也不是没有。你想，我们这不是找不到浮华吗？既然找不到，就得做好准备面对最坏的结果啦。也就是，单凭我们对抗不了创世神，也无法阻止灭世的洪水再度降临。到时候，连同这个方舟被开了洞的部分，一切都会被淹没，而只有一个人能幸存下来，那就是你。格雷修，你已经在方舟里睡了不知道多少个轮回了，毫无疑问，洪水的伤害对你无效，或者说会绕过你。至于原理，我猜就是创世神采用了类似白名单的机制吧。你也知道，他现在已经膨胀得很夸张了，总得靠这个机制呀、那个机制的来办事，否则甚至很难集中自己的注意力。属于弗洛斯的一切，都必须被洪水彻彻底底毁灭。重置，迎接新一轮的实验，而你不属于弗洛斯，是更加独特的样本。我猜测，就算方舟也被洪水淹没，你也同样可以被创世神庇护，安然无恙。所以我就想啊，这东西说不准就是我的救生衣。格雷修，你也不会那么吝啬，不用和我分享这保命的东西吧？我介意另一件事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的？当然是进屋之后突发奇想的喽。他利用了我对他的不信任，所以那时候才故意说些不靠谱的话。他大概早就想复制这份认证了，可是他毕竟只是个投影，即使他的本体再也回不到弗洛斯了，对他来说似乎也……格蕾修姐姐，维塔姐，
你们两个在悄悄说什么呢？和浮华姐姐的去向有关吗？让我们也听听嘛。总不会，他是为了……不可能。这个人自己说过，他根本不在意作品完成之后的命运。调取记录，访问名莫里亚蒂。不行啊，这次没有可见的漏洞了吗？但置身这种空间的感觉和之前很相似。用 Vita 的话说，这里叫精灵之路。还是先总结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吧。我在方舟上尝试引导人为崩落的力量，然后立刻就遭到了某种意志的干涉，那只能是所谓的创世神索。也就是说，他的确可以对那些足够强大或特异的威胁做出实时反应。我尝试发动人为崩落时调动的能量，或许就像暗夜里突然亮起的光点一样，立刻成为了他的攻击目标。他扰乱了我的投影，把我重新丢回这片迷雾里。所以，单纯借助来历不明的力量迎战他，这件事原本就不可取。要想打败索，我必须彻底掌控住这个投影，不能仅仅指望Vita的协助。如果之前离开的方法不再适用，那么我或许应该试着从原理上分析我是怎么进来的。那之后，格蕾修用他的能力看出，我在这颗星球上的存在是一种投影，广义来说，是一种对感官的欺骗。难道说，我现在的存在方式，其实和石之律者差不太多？而迷雾就是对这种感觉的评断，所以在投影状态不稳定的时候，我就会被困在这里。这多半在莫里亚蒂最初的计划之外，他没有想到我还能回来。如此说来，这片迷雾并不是困住了我，而是在我坠下瀑布时接住了我。如果梭真的是一个创世神，他此刻的行为就宛如隔靴搔痒。恐怕和莫里亚蒂一样，梭的本意也不是把我丢入迷雾。这倒是也能解释维塔为什么总想夺取我的投影，因为他那时候就已经发现，为我构造投影的人只能保证投影的强度，
却无力改变他的行动方向和形式。所以即使他夺走了我的投影，也不用担心被人强行排斥出去。结果，问题还是来到了这里。究竟是谁在以这种形式构造我的投影？目的又是什么？这个人有强大的力量，足以搭建一条从地球到太阳系边缘的个人专属通道，但他又无法在现实层面上对我的投影进行任何程度的干涉或支援。他只是像催化剂一样，保障了能把我送到这里的必要条件。然后，等等，这话有点耳熟。对了，在我最早离开地球的时候，难道说那个声音想要引导我向他所说的方向思考？没错，这个声音想要引导你向他所说的方向思考，因为那是促成某件事的必要条件。那个声音说过，他就是把我引导到这里的人。有能力阅读我的内心想法，有能力对我施加暗示，又显然不是时之旅者，能够掌控这里的情况，为我布置好必要条件，却又无法直接出手干涉，赋予了我这种力量，却似乎无欲无求，单方面保护着我，甚至还在迷雾中留下专门写给我看的笔记。苏，我如来如在，好久不见，花。看到你和葛磊修安然无恙，我很高兴。这话应该我来说才对。基于从尤兰戴尔那里听说的故事，我几乎以为你已经不会再回到可观测的世界范围内。事实或许的确如此，花，但观测并不一定是双向的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尚且能看到你们的世界，看到你们的一举一动，在你们和凯文一同跨越中烟的时刻，也同样如此。不过，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向你，还有陪伴你的所有战友们说一声，辛苦了。不是你，也不是你们，苏，是我们。说实话，在你终于成功现身的那一刻，我还在感慨，自己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和2位故人接连重逢。但仔细一想，这并不是什么巧合，因为就是你将我引导到此处，使我得以与格雷修重逢。直到今天，你还在勤勉地观测我们的世界，并慎重地加以干涉。你通过投影的方式，暗中把我送到弗洛斯，就是希望我能拯救格雷修，没错吧？你的思路没有错，花，只是还有些观念上的误区需要纠正。如你所知，我的存在早已离开了本真世界，这让我像一只业已点燃、不断升高的齐天灯。虽获得了俯瞰大地的强大能力，却再也无法接触地上的一草一木。我只能对这个世界进行极为有限的干涉，也几乎只能使用单向的一些手段。所以，我并非刻意选择旁敲侧击的方式来引导你，不加解释说明就将你投影，也不是我的本意。只有在你靠自己的思考和感受，明确察觉到我的存在时，我们之间才能像现在这样建立双向对话。所以，做得好，花。
我明白了。那么，葛磊修的处境也一直在你的观测范围内吗？不严格的说，是的。我并非一开始就能观测到如此遥远的星球，但当我逐渐掌握了技巧之后，空间对我的约束就逐渐减弱了。只是我对他的处境无能为力。在这颗星球上，除了沉睡中的他本人之外，我无法干涉任何事物。你的意思是，倘若以肉体的消亡作为界限，那么我只能够干涉那些生前曾接触过的对象，那是我在这个世界留下的锚点，标志着我和本真世界之间的稀薄联系。事实上，这些锚点也呈衰退之势，总有一天我会彻底地远离这个世界，但那还需要时间。所以你才会在自己的力量还足够时将我送到这里。那只是原因之一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敌人梭的动向。你应该已经掌握了他的基本信息，基础能力与过去的我极为相似，但常年蛰伏在量子之海深处，不断汲取能量，试图无限膨胀，宛如一株贪得无厌的巨大水晶兰。从我第一次观测到它，直到现在，它成长的速度从未减慢。这对地球来说，一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。只是，在跨越中烟之前，潜在的威胁显然没有明面上的威胁来得重要。但现在情况不同。是的，现在不一样了。更何况，梭那蔓延于世界下隙的末梢，也有一些分离和松动的迹象，甚至擅自干预源自地球的世界炮。我可以俯瞰时间，却无法目视未来。因为一旦被观测，河中的现实便已注定。我只能远望世界，察觉到这难得的波动，模糊的可能性。这会是最好的时机，很可能也是最后的时机。于是，我将你投影到梭本体将会出现的位置。只是，因为整个过程都不曾知会你，这可能导致了投影并不那么稳定。可你甚至让投影再现了我不同时期的状态，没有你的帮助，我就无法顺利唤醒格雷修。那就像是在强制征召士兵之后，再给他们分发昂贵的武器而已。无论如何，我还是需要为自己的独断和无礼向你道歉。事实上，是我以自己的主观意志选择了你。毕竟，我所能干涉的对象虽然稀少，但也并不唯一。譬如，那位拥有心锚的天元之人，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后继者。我们曾在须弥界泽里进行过对话，彼此算是有缘之人。还有那位曾经和你共享过肉体的本世代的律者，虽然和他之间的关联有些间接，但我也能对其施加干涉。不过，要将投影传送到如此遥远的距离之外，对我来说也非常困难。我只能选择其中之一。我选择了你，我旧时的战友，并非出于复杂的计算，只是因为我对你更为熟悉。苏，当然，我没有权利替你做决定，更何况事态发展到现在，你也能感受到近在咫尺的风险。所以，我已经设法拜托了石之律者，他在和你分别后也经历了一番波折，刚刚平安回到地球。他拥有精神领域的能力，本该更容易察觉到我的存在，倒是他那独特的性格给这个过程增加了点插曲。好在我们还是达成了共识。花，如果你现在想要退出这场纷争，回到地球，我可以以石之律者为锚点，立刻将你的投影送回地球。关于这项行动的后继者，我会再向幽兰戴尔征询意愿。
谢谢你的好意，素。不过，你应该知道我的回答，因为你刚刚才说过，你会选择我，是因为更熟悉我，不对吗？是啊，我知道。那么，就直接进入下一个话题吧。我被梭发现，然后被排出了那个世界，进入了这片迷雾。此前，曾有人教我用扩大漏洞的手段离开这里。很遗憾，那种手段现在已经不成立了，因为前几次你遭受的只是一些小规模的干扰，而这一次是梭直接对投影进行了排斥。正如你所猜测的那样，我现在没有能力对这个过程强加干涉，就像一片浮在湖面上的叶子，之前或许能靠自身的张力抵抗微风，现在却已经被外力强行压入了水中。那我们现在应该……请安心，我之所以无法直接出手帮你开辟新的路径，只是因为我如今的存在方式较为特殊。我的使命只有观测，能像现在这样与你对话，已经是难得的奇迹了。但你的后援并不只有我，还有其他人拥有为你指明道路的能力，并且他会为你带来真正可行的作战方案。他……你们马上就会相见，花，到那时你自然就能理解。苏，代我向格蕾修问好，接下来的路还需要靠你们共同开辟，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到。先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吧。理形之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抱歉抱歉，好像出了点小差错，我来帮你收服他们。就当是赔礼道歉吧，浮华小姐。不好意思，这些孩子难得长途旅游，稍微有点兴奋过头了呢。当然，也可能是因为你和这片空间之间的异质性引起了他们的过度反应。都是误会，希望你别太介意哦。你是沙尼亚的呢？这么一想，我们好像还真是初次见面。虽然对彼此的大名都已经非常熟悉了，需要走一下流程，进行一些社交礼仪性质的自我介绍吗？浮华小姐。不用了，我认得你，米斯特林，或者叫雨兔，对吧？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？唉，说来话长啊。我原本正在追溯某个阴险而可怕的强敌，却在任务途中得知了意想不到的变故，被拜托了新的使命。看来，人生这条道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走啊。强敌是谁？对我来说曾经是强敌，不过对浮华小姐来说，维塔。其实，我们和那个女人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结盟，只是对她来说，背叛就像呼吸一样自然。我17号希尔，时之律者，还有许多人都曾一度坠入她的陷阱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他说自己认识希尔。不过他甫一登场就做了些可疑的事，所以我们之间的合作一开始就只建立在暂时一致的目标上。
也就是说，和我保持不完全的信任，对他来说才更为有利吗？总之，根据我之前的推论，我现在应当是受人之托，来帮你摆脱眼下的困境，帮助你回到同伴们身边。应当算是所谓的第八感。旅行不光是人类知识的总结，在极偶然的情况下，也会获得某些世界外的鲜艳知识。就我的理解而言，也许宇宙中有很多文明都会诞生出类似旅行的生命。我们彼此虽然不能直接沟通，却能在世界的下隙中挖掘出某些属于对方的痕迹。正如此时此刻，我能恰逢其时的苏醒，并与你奇妙的相遇。他难道是指苏？没关系，你的生命形式毕竟与李行截然不同，无法区分莫娜与阿赖耶，也称不上什么错误。还是聚焦到我们当前面对的问题吧。在此之前，我派出过一些眼线，对你们那边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，所以接下来就直接进入作战研讨的环节，如何？比方说，由我作为前锋，为你开拓道路。可依你所言，你刚刚遭受重创，各方面都很虚弱。哦，请别误会，米斯特林小姐，我并不是在质疑你的能力，只是担心你的状态。原来你这样想啊。不过放心吧，浮华小姐，只要你想看，我随时都可以向你证明我的手段。为什么突然就发起攻击了？这些攻击招式虽然是冲我来的，但是好像又没有多少敌意，而且总感觉打中时的手感夹杂了什么。雨兔，嘘，空间发生变化了。原来如此，你还真是爱拐弯抹角啊，雨兔。嗯哼，好，那就一鼓作气。找到了，就是这个方向。